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5号星期四，我又在大阪城了。刚刚热身了6.5公里左右，一会儿争取凑到7公里。为什么又说热身呢？因为今天虽然是周四，昨天刚刚完成合练，但是今天田中先生会带一个3分40配速的10公里。昨天是挺累的，但是小伙伴们也都挺累的。今天也会有人来参加，所以我就也决定来参加。后边就是大阪城烘焙店这个喷水池的直饮水的地方。看我今天这个衣服 One Running 和 MRC 昨天发了个动态跟大家在节目里汇报一个好消息，确认拿到了悉尼马拉松的名额，今年要去悉尼了。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受到的启发，我会是全世界或者怎么说所有参加的跑者里第几个拿到7颗星的人呢？这个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今年的悉尼马拉松是第1年成为第7颗星，对，目前为止只有去年参加了亚培年龄组锦标赛，因为去年亚培年龄组锦标赛选在了悉尼，今年是纽约，明年是开普敦。去年通过年龄组报名参赛完赛的小伙伴们会提前1年拿到今年的第7颗星。排除这些小伙伴以外呢，那今年谁就看枪声成绩，就最后冲线的名次，谁第一个冲过终点，就是第一个冲过悉尼马拉松2025年终点的已经有6颗星的跑者，那就是第一个拿到第7颗星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而且今年是悉尼，明年是开普敦，后年是上海。这次特别感谢 MRC 和 One Running 的朋友帮忙拿到悉尼马拉松的名额，所以我也在节目里再招一波商了，把差旅费给搞一搞。第一次的南半球，好兴奋呀！那看看今天的10公里，今天的裤子还是这条北京，今天没带补给。这10公里看吧，我再跑几百米，凑足一个7公里的热身啊！热身了一个7公里结束了，现在看看几点啊？5点43，说的是5点45开始。田中先生他们已经来了，我去个卫生间。这两天看评论区，有新观众，也有小伙伴说，爱好者这么拼练成那样，像昨天我那样，是不是没必要？或者说你练完以后对身体不好呀，危险呀？或者说你这个你练你也是业余的呀，你练你也不能怎么样啊，确实是不能怎么样。我摸着良心说，我觉得我这辈子练可能也只能全程马拉松23开头了，这绝对不可能再快了。不像你看人家专业运动员不练了，可能随随便便也能23开头、22开头，对不对？但是练还是有意义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已经开始集合了啊！大家已经开始集合了，我们就准备开始10公里。今天还6点45在这儿约了观众。哦，后藤先生。おはよう。スポーツだけ来たよ。おはよう。ビデオ参ります。よーい、スタート。走。到。5公里跑完了，18分多。刚才第5公里，哈哈，第5公里3分38，小伙伴们加油，来到，看，丹达卡萨，最后一，小伙伴们第9公里3分33，最后几百米。
了400米，快到，let's go。还有200米，3分23，最后1公里，36分03，奈斯啊，太棒了！应该不到36，最后多跑了，可能36多一点吧，10.01，36分01还行，可以。就是3.6分钟1公里啊！所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，ナイス。差不多就是3.6分钟1公里，6636，就是3分36，对，平均配速3分36。ラスト，来到。比之前说的平均配速快了4秒，有一半或者一少半是最后1公里快的。得看看几点了，跟观众约了。哦，还有20分钟呢，不着急。现在最右边那位是前景先生，他是从9公里过，然后9公里不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的。Nice。あー、すごい。ナイス。ナイスです。ナイスラー、第3戦。いやもう僕のインターバルでもついていけなかったです。ラスト1キロ。いや，所以跑步就是这样好，大家都可以跑到一起去。所以也没有说什么说你跑得慢就不能练，或者跑得快你就怎么样。因为确实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。我跟我自己比，或者跟我自己以前比，我其实跑得挺快的，对不对？跟以前比，但是呢，那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每个人都可能撞到自己的天花板，这天花板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你要是天花板是1小时50，那你就不在这儿练了，对吗？所以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，或者说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。这个跟也从来没有人会因为说哎，你挣的没有他多，那你还上什么班啊？对吧？我觉得没有这种理论。那跑步也一样。像我有时候总说，其实近现代社会没有多少年能让人们过上这么舒适的生活。你看以前你连手机都没有，对吧？在以前电话都没有，原来还飞鸽传书，对不对？那这些进步让我们越来越舒适，就是
直播中我说过我的观点，就是科技会让人越来越勤奋，不会因为说有了无限的东西人就会越来越懒惰。但是这些勤奋并不仅仅体现在上班挣钱养家糊口教育下一代上，也有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。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那不就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时间金钱实现个人价值吗？就像电子竞技，那不也是实现个人价值？搁以前就说你这是玩游戏的，不好好学习，这些都不好说的，所以应该尊重每一个努力的人，每一个努力的个体，对，包括自己也要认可自己的努力。有的小伙伴和朋友一起跑，和跑团一起跑，看到别人的成绩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进步那么慢，或者我怎么天赋这么差？”这些话我也听过。有的人会自暴自弃，但是我就不要这样。就是我是一个标准的东亚五短身材，真心话就是腰长腿短。原来还胖，个儿也矮，就小时候一看就是那种不擅长运动那种状态的小朋友，一路长大。我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不是那种麻杆似的那种，就还有点劲儿，哎，那也能练成这样。你稍微有点天赋的小伙伴，你看，比方说昨天像那个6公里上来，你们看田中先生那几步，那我就是追不上，而且我觉得穷极我未来所有的运动生涯全练我也追不上。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就不练了，是不是？讲道理吧。天热起来了，我跟大家说啊，就这么热的天，湿透了以后，没有不粘在身上的背心儿。你只能说，哎，我跑动起来以后，背心儿能跟身体分开，然后能干得快。你说这一盆水浇身上，你说这衣服不贴在身上，那就奇怪，那就不是衣服了，那就是盔甲，对不对？哎，讲道理吧。所以说，只能说，哎，有的确实我们比较过，洗完同样的洗衣机。全自动啊，洗完自己甩完没有烘干，拿到同一个环境量，那确实是有的干得快，有的干得慢，这个是我是试过的，大家也可以自己试试。就是不同品牌的衣服，同样的都是这种表，都是竞速背心，你就一洗看，最好找那种就是你看那布料轻重薄厚也差不多的，因为像这件它的材质是相对厚一点的，那你就不能跟薄的比，因为它吸水量不一样。就差不多的那种，你就比你就能看出来。贴不贴身主要看它的剪裁，还有你跑起来，像这跑起来它就不太贴，因为跑起来你身体有摆动有风，然后它这一吹它就这样，你就不会像现在走着或者站着觉得说护得死死的，对不对？是您给我发的消息吗？结束。介意入画吗？不介意。小伙伴们，观众到的早，6点36，太好了，我们大家早上好。观众怎么称呼？姓于。于先生从哪儿来？从沈阳。沈阳来，来玩吗？对。好，走。5月15号星期四清晨还不到7点05，已经训练结束了。先是自己的一个7公里的热身，之后跟着田中先生他们一起跑了一个平均配速3分36的10公里，还可以。然后4.1公里冷身，等于凑足了一个半程马拉松。回到家，还可以。你看这种早上起来的训练，没有补给，甚至连水都没喝，而且还是先跑了一个7公里，之后一起跑10公里。10公里还有180度的折返。也没有太竭尽全力，还能跑到36分，基本上就是36分，最后停表36分03，多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还真的还可以，我说明我的阈值能力、速度能力和控制力都进步了，确实进步了。所以年初的那个跑进35分的10公里，肯定不是巧合。我再跑10公里的路跑，如果是公路赛的话，我估计应该比年初那个成绩还要好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你说训练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很可能确实实话实说会看到天花板，会看到前面的那堵墙等着你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它不是说，就像刚才我说的话题，你说普通人，那我就不是为了去争什么，就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强，或者强到那个天花板的时候，让自己能快乐的运动，能让自己觉得有每天的生活是有激情有动力的，就特别好。真的不存在那种说你一定要跟谁比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真的不是那样的。
就像昨天特别逗，我说我高驰给我的阈值是多少，小伙伴说我的是多少，我的是多少。其实这东西就是大家一看，哎，好像我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或者有的小伙伴觉得，哎，我跟自己比没有进步的空间了，这真的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跑步这事儿就特别好。你说，你就算在操场上被套圈了，我们也可以一起跑，对不对？大家跑步这个事儿都是跟自己比，跟自己找自己的情绪价值，找自己的那种奋斗过的愉悦感。你今天跑完这10公里一停表，甭管是多快，你都是会特别高兴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10公里跑进50分钟的时候，是2015年的北京国际长跑节。那跑完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快啊，然后太厉害了。其实前面好多人呢。这跑步就是这么个有意思的事儿，它跟竞技类、对抗类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。行吧，那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年代的车呀？太近了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